大家好，我是大伟。失眠的人头上都有一把锁，这把锁啊，咱们称之为经络锁。如果你不想办法把这把锁啊给它解开，那么失眠这个问题啊就无法从真正意义上长效长远的给它解决掉。咱们要知道啊，头部非常重要，被称之为身体当中的一个指挥官。当我们开始失眠、睡不着，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时候，其实最浮躁的地方就是在我们的思想这里啊。很多人啊，睡眠睡不着啊，就无心烦躁，整个人啊躁得慌。有些人啊说自己的心火过大，有些人啊说自己的内分泌不好啊。其实最终的点啊，都反馈在我们的头脑当中。头脑被称之为诸阳之会，这里是非常重要的点。身体上面大部分的一个反射区啊，都能从我们的头脑上面给它调节。所以呢，这个经络锁啊，不仅仅是关乎于睡眠，也关乎于我们的全身。有句话这么说的：解开头上经络锁，安心神，养五脏，越睡身体啊越健康。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啊，直接把这个方法告诉大家，怎么样去解开我们头上的这把经络锁。做动作之前，咱们需要准备一个辅助道具，就是这把绿檀经络梳。我把它放在了我的橱窗当中，大家可以去下面看一下。这把梳子啊和普通的梳子啊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它的设计来说啊，更像一个钉耙。大家可以看到，两边的齿头啊，它是非常的宽啊，中间有3个小齿头，更好的贴近于我们的一个头皮，快速的疏通其中的一个经络。同时啊，它的表面啊非常的光滑，纯实木制作啊，非常的耐用，非常结实。所以呢，咱们在梳头的时候啊，也会感觉啊特别的舒畅，特别的舒服。好了，话也不多说啊，直接把这个方法教给大家。咱们首先啊，是要先从我们的印堂往上去推到我们的发际线。这个动作呢叫做开天门啊。同时呢，我们会注意啊，很多人在推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觉有些刺刺的、疼疼的感觉啊。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呢，很多人啊他是不通的啊。那所以呢，我们在推的时候，你会发现啊，里面有些小疙瘩，但是没有关系，你越推里面就会越通畅啊。推完了中间，我们要往两边去扫。你看这个梳子啊，你看斜着往两边去刮。你看1、2、3、4啊，一下是一下啊。在做的时候，你可以去闭上眼睛，缓慢的去刮。感受啊，我们皮肤下方的一些会滑动的小节点，这些小节点啊，组成在一起啊，就是我们所说的经络锁啊。把这个地方给它化开，化开了以后啊，你的头部啊就会特别的顺畅。我们这个动作啊叫做开天门，你看中间是门缝，两边是门，把门往两边打开，你看，所以是各推一边啊。门打开了以后呢，进入哪里呢？就进入了我们中间这里啊，就是通督脉推百会啊。这里啊，督脉膀胱经啊，我们从中间发际线这里往后梳到我们的一个大椎，你看从这一直往后啊。梳起来啊都是非常简单的，但是你要了解啊，它为什么这样做啊？它其中有哪些说法啊？我们就这样啊，把我们的百会啊给它疏通啊，顺带着把我们的膀胱经啊，我们的一个督脉都给它带着啊，因为这个梳子啊，它的整个贴合力啊，就是为了疏通我们的头顶啊，所以呢，咱们在刮的时候啊，会非常的轻松。大家可以看到啊，我的脑门前面不管怎么刮，它上面是不留任何的痕迹的，这也是这个梳子的一个特别之处啊，非常的好啊。我们就这样去刮，刮上一个100下啊。在刮完100下以后呢，再配合我们前面的动作，这个时候你可以晃晃你的头，闭上眼睛感受一下。你会发现一种很独特的感觉，就是头脑上面啊非常的轻松，整个人的心里啊非常的安定啊。你达到这样的效果，就证明咱们这个输经络啊对你是管用了。然后呢，我们顺带着把头上的侧面啊给它疏通啊，侧面也是非常重要。我们梳一直是连带着梳到我们脖子这儿啊，你看从这里一直往下梳到我们的脖子啊，给大家演示一下。我拿着梳子的一个角，大家注意看我梳子的一个轨迹啊，从侧面梳下来啊，就这样梳上50下左右啊。从侧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脖子歪一点啊，1、2、3、4啊，就这样往下梳。
每一下都要渗透进去啊，其实也不需要用太大的力气啊，它其实这个梳子的结构就把里面的经络给它疏通了啊。我们在梳的时候啊，是越往下越好。你看，比如说我在梳到我脖子的根这儿啊，我再往下，那我动作就变形了啊，所以我就梳到我的脖子的根啊，就这儿。好，我的右边梳完了，左边也一样的啊，就这样，就梳啊。整个过程啊是非常舒服、非常享受的啊！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闭上眼睛，把眼睛闭上去做，你会感觉特别的舒服啊！做的时候心里面感觉特别的爽快啊！其实就是这样的感觉。当我们做完了以后，整个人就安静下来了啊！整个人就感觉特别的安静。你在睡前的时候把这个动作去做上一下，然后躺在床上安安静静的然后闭上眼睛，过一会儿你就睡着了。很多人在做这个动作之前都是整宿的睡不着觉，每天最怕的就是躺在枕头上。但是呢，做完这个动作以后，他神奇的发现躺在枕头上，自己莫名其妙的就安定下来了。然后眼睛闭上以后，不一会儿，他就睡着了，眼睛一睁，天气就亮了啊。和有些人他自己呢会有一些监测的一些装备比如手表，他会发现做完这个动作以后，比没做动作之前，他的整个睡眠质量高了30%左右啊。就是它的一个深度睡眠，足以证明这个动作对于我们安定我们的心神养护我们的五脏是能带来很好的一个帮助的。所以呢，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学会了这个动作以后，一定要记得把这个视频要收藏下来，以免以后找不到了。每天把这个视频打开，就跟着这个动作念一念，把方法都学会，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好了，今天视频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身边有朋友失眠的，可以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他。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都知道睡眠不好是很多中老年朋友们的心头病。那么特别是到了夏天，那在夏季这个季节天气又闷热又干燥，时不时还下一场暴雨严重的影响到很多人的睡眠的心情。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出现了严重的一些失眠睡不着，怎么办呢？大伟教大家一个办法这个办法非常的管用。怎么去做呢？就是在我们的手上去找一些解药。具体怎么做就是非常的简单一只手大家看和我这个手一样半握拳的状态你看，用我们的这个指节骨顶出来以后呢，用我们的另一只手给它包上去。包上去的同时呢，这只手包上去以后去进行一个挤压就这样的去挤压。好，我们来完整的做一遍给大家看就是你看包上去，然后去挤压。在我们的挤压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我们手掌处的我手指的这个位置呢，这个区域它会有充分的、强烈的酸胀的感觉，这就对了咱们只要把手包上去去挤压，每天睡觉的时候去做一做。你什么时候感觉心烦了，什么时候感觉睡不着了，你就把这个手给它包上去去压。就压上去，压个3秒钟松，然后再反复的挤压。你看，1、2、3松，好，再来1、2、3松1、2、3松。这种呢是轰炸性的一种按压法。那么我们按压的部位要求在我们的整个手掌这个区域都给它进行一个按压大家看1、2、3松1、2、3松，1、2、3松。1、2、3松，我们去压一个18下到30下左右这样的一个区间。压完了一只手以后咱们再把另一只手对调过来。你看这只手用我们的指节另一只手包上去，你看压挤压挤压，来回的挤压。这个动作呢，在睡前的时候，你睡不着的时候你就去做一做做完以后一套下来大概在3到5分钟的时间，做完以后把手抖一抖，身体放松，慢慢的这个睡眠就能变好了。而且做完以后身体还会变得很轻松。特别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日常当中如果想自己手上闲着无聊，也可以做一做这个动作。这个动作非常的好，不仅仅可以锻炼你的握力，还可以把你手上的这些反射区都给刺激到。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就教给大家了。我是大伟这个动作在夏天去做一做对于身体的改善非常的好，做完也非常的舒服。每天大伟呢都会分享一条养生视频，大家关注大伟的视频，点赞、评论、加关注，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现在失眠的人非常的多，特别是中老年人失眠，更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群体。咱们都知道，失眠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面像过小电影一样闪过无数的画面，或者呢，即便睡着了，也是这个半睡半醒之间，第二天起来感觉一天都没有精神，甚至有的朋友在白天的时候勉强补上一觉，恢复一下小小的精力。但是我们都知道，这种断断续续的睡眠对于健康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呢，如何拥有一个好的这个睡眠质量啊，如何让自己的睡眠质量提高，如何让自己更好的进入到一个睡眠的状态啊，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方法。这个好方法呢，是一个失眠的人啊，他尝试过无数的方法以后分享出来的。我给大家自己亲自试过了啊，感觉确实是不错啊，让我自己感觉就很快的能进入到一个睡眠的状态，甚至做到一半的时候，我第二眼睛一睁就已经天亮了。那和大家先说一下，我之前也有过失眠的经历，我的睡眠质量在做这个方法之前呢，也不算特别的好。但是通过这个方法以后，我感觉我的睡眠质量是有一定的提升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方法怎么去做。那这个方法啊叫做神门画圈法啊，神门画圈法啊，顾名思义，它和我们的神门是有关系的啊，神门在这个位置。那我们首先呢，就是说要在这个床上啊，要在一个平躺的姿势之下啊，就这样躺在床上，然后在一个较为放松、较为安静的状态之下，我们把手啊，就是这样。叠在一起，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姿势，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双手叠在一起，然后呢，用我们的这个位置两个点啊，再进行来回的画圈啊，就躺在床上，眼睛闭好，然后把我们的手啊在这边来回的画圈。这个画圈它只是其中一部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于什么呢？在画圈的时候，我们要在脑海中去想象这个圈。要画得很圆啊，就这样画，你要想象它画得很圆，画得很圆啊，算一圈。所以我们要一直在画，手就来回的动啊。这个姿势动完了，比如说上面的手，我的右手动得累了，我就换一遍啊，我的左手在上面，我就来回的动啊，就这样去画圆。然后脑子里面就不断的去想象这个圆，要把它画得既圆又好看，你就这样的来回的轻轻的画。动作不用很快啊，这个摩擦力也不用很大，速度不用很快，你就要想象把这个圆怎么去画好就行了，画成一个圆啊。当然我们画出来，你看我的状态肯定就是来回的向在搓动，但实际上我在想象，我用我的肌肤给我的一个感知力告知我是在画一个圆圈。那么一般来说，我们去画一圈、2圈，尽可能的每一样都是圆，3圈、4圈，你画到大概在50、60圈的时候，你就慢慢的就睡着了。那么据说这个最高的记录超不过200圈啊，就是说200圈以内，你基本上就能进入到一个睡着的状态了。那么大家不妨晚上试一试，这个方法是既简单又轻松又好做，你只要掌握住画圆的诀窍，就来回的就这样子做就可以了。轻轻的动作幅度比较大一定要轻轻微微的、细微的用皮肤感受这个皮肤传递的感觉，然后来回的去做你要如果动作一大，像这样很猛烈的动作，那你基本上你肯定是睡不着，是不是？你这个动作就让你很兴奋了嘛，对不对？所以你要很稳定、很轻微动作缓慢这样去做，掌握好这个诀窍，脑子当中呈现一个圆，让你的肌肤告诉你的这种感觉去呈现一个圆的样子，然后数数字1、2、3、4、5，然后很快就睡着了我是大伟，希望大家把这个视频的方法收藏下来，并且转发分享给身边有睡眠不好的朋友们，让大家一起能睡一个好觉。大家点赞、关注、支持一下，谢谢大家。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聊一下睡眠这个话题睡眠这个话题呢，其实是老生常谈了因为在中国呢，一开始呢是很多中老年人他的睡眠质量并不是很高，现在呢慢慢的往下年轻化的这个趋势，很多年轻人呢睡眠质量也不行，为什么呢？压力太大所以呢我们就教过在这个频道里面教过大家，比如说按压咱们的劳宫穴可以刺激咱们的副交感神经包括我们头部的一些按摩的方法大家可以去我的这个频道里面看一下，找一下这些方法呢都能够去帮助我们快速的安静下来，从而达到一个最好的睡眠状态。今天教大家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催眠的方法利用催眠的方法让我们更好的去入睡。那么这个方法呢，其实如果说是我们外部的刺激咱们可以讲是功法，那催眠呢，其实咱们讲的是心法心法和功法，如果你能结二为一的话，那你的睡眠质量肯定是不用烦的。那我们今天讲一下心法催眠3大要素大家知道是什么吗？首先第一个它必须要在一个封闭的环境，第二个就是一个重复而单一的画面，比方说我拿一个小球在你面前晃晃晃，对吧？这是重复而单一的画面。第三个呢，就是某种频段的一个音波，比方一些抒情的音乐。那么有这3点
那么基本上就达到了一个催眠的一个必要条件，再配合一些言语的引导，那么很快就能进入到一个入眠的一个境界所以你会看电视上面很多催眠的人他们都会在选择一个专门设计好的一个环境当中然后很简单很舒适，你往上一躺，一些语言的引导慢慢你就不知不觉进入到一个睡梦当中，从而然后用一些语言引导怎么样。但是咱们的目的很单纯咱们只要睡觉就可以了，对吧？所以就更简单，我们只需要给自己去这个催眠就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状态。那我们来说一下怎么做。首先你在房间里面你的房间呢一定不能是太嘈杂，如果你是经常上夜班，白天睡觉，那么你的环境就达不到标准，对吧？这个有光线，外面有噪音，你很难入睡，那么这个就是外部环境的原因。那我们正常来讲的话，我们的环境都是可以的，然后呢可以去适当的让你的环境放一些花，对吧？让这个味道变得更加好闻一些。然后呢，第二个步骤你可以如果睡眠有习惯的话可以放一些音乐一些比如说瑜伽里面的一些音乐，这些音乐可以充分的刺激你的大脑，让你的大脑放松下来。那这2个步骤其实都是在外部的布置最后最关键的步骤来了，那就是言语的引导和单一的画面。单一的画面怎么去理解呢？就是我们的大脑当中你要去想象一些你喜爱的场景，那么这些场景呢可以让你快速的安静下来让你的大脑只要一安静，你记住你离睡眠深度睡眠就不远了。然后呢，我们的语言引导是什么呢？其实不用引导，我们只需要给自己设定一个心理暗示就是告诉自己从末梢神经开始放松。比方说我躺在床上以上前面2点都满足了，我躺在床上以后，然后我会告诉自己我说我要先从我的手指每个指尖开始放松，先微微活动一下，然后再放松，从每个脚趾开始放松。为什么要放松末梢神经因为我们末梢神经是非常敏感的，所以你放松它的时候，它会慢慢的往我们身体周边传导，让我们的整个身体放松下来。所以一定从末梢神经放松，给自己一个暗示，告诉自己一定要放松，一定要放松。这个时候肌肉它会自然而然放松下来，然后开始脑中浮现一个你设定的画面，这个画面可以是一个大海，你在上面划着船很安静，一片沙滩或者一棵树等等等等画面，根据自己的认知和想象力去做，一定要是自己喜欢的，可以让你安静的画面。那么这个画面设定好了，心理暗示的语言也设定好了，最后一步呼吸呼吸。躺上去以后，躺在床上很放松的想了一些画面，然后开始吸气深深的吸一口气，然后憋气，大概在0.5秒左右，憋一会儿慢慢的缓缓的吐出来，记住是缓缓的，就是这样吸气憋气吐气。再来第2个呼吸，3个呼吸，那么你的呼吸会渐渐的降低频率。比方说我刚开始的呼吸是吐吸吐，到后面就是吸吐吸吐，它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规律。随着你的呼吸越来越缓慢，你的状态就达到了，自然而然就放松了。后面的事你不用去想，后面你就自然而然进入了一个入眠的状态这个方法它不是说你立刻就能见效，因为它讲究的是什么？心法。心法呢，它一定要去慢慢的去练，慢慢的去感受，慢慢的去静心的感受。闭上眼睛以后，你要发现你的眼皮还在跳动，啪啪啪啪啪上下在跳在抖，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心根本没有完全静下来，那么做这个方法没有效果了，是很正常的。静下来以后，你的心眼皮已经完全放松了眼睛一闭，眼皮就是松的，没有感觉任何跳动，证明你的心静下来了。只需要调节呼吸，不要让你的心情变得很烦躁不要感觉很枯燥，慢慢自然而然就睡着了。这个方法也是和我之前讲的那个美国的这个海豹突击队那个方法其实原理上面有很多类似所以这个方法呢，你和那个方法你可以自己选择一下，可以看一下我睡眠的一个视频，好吧？那希望这个方法对你有帮助，大家坚持做很快慢慢就能练成一个随时躺下来就能快速入睡的这么一个技巧。
啊，一定要坚持练习。同时，这个方法对我们的身心也有很大的益处。好，大家关注我的视频啊，我的视频可以给大家带来很多有帮助的内容。我是大伟啊，点赞、评论、关注，谢谢大家。